法叔，这个案子情況怎麼樣嗎？法叔，咱們今天什麼安排啊？走吧，陪我去做一個性侵案件的會見。今天還是你開車嗎？今天就不我開了，待會兒還要跟鄧律師在車上討論一些內容。法叔，能不能說一下這個案子是什麼情況？當然不能說啊，我之前就說過，網上的律師分享的案例，絕大多數都不是自己親手的案例，因為我們在接了案子以後，都有相應的保密權限和保密的義務，肯定不能隨便拿出來說的。除非呢，就是庭外辯護確實有需要，但是可以說的是，當事人是在昨天才見到我們，並對我們形成委託，然後呢，到第二天的下午，我們便第一時間的前往看守所去會見當事人，了解到案件的具體情況。坦率說，越是這樣的性侵案件，口供非常重要，所以呢，作為律師，我們要立即的去會見當事人，告訴他這個案子到底是什麼情況，以及告訴他口供的重要性。那我們是當事人委託的第一波律師嗎？不是，當事人決定換律師來委託我們，所以嚴格來講，我們是第二波律師。坦率講，大家腦海中能想到的關於性侵案件的所有類型，我們團隊基本都做過。當然了，很多案子我們此前在案件事了以後，也會就有關的核心的法律關係也做過視頻來進行分析和分享，感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那法叔，你現在屬於性侵辯護專家是吧？怎麼能這麼說呢？性侵案件只是我們做的刑事案件的一部分。因為大家如果看以前的視頻，會發現性侵類的案件我們在參與辯護，開設賭場類的案件，包括經濟犯罪的案件、職務犯罪的案件，我們都在做。只不過呢，是現在兩性關係就非常敏感，一說到我們又接了哪一個性侵類的糾紛，流量就會特別大，然後就給大家一種我們只介入性侵案件的錯覺啊，其實上並不是這樣子。其他類型的案件我們也在做的。性侵案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口供。口供非常重要。在做了這麼多的性侵案件以後，我們就發現一點，就是被害人的陳述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這些看似變化性非常大的言辭證據甚至在我們傳統的證據學當中，相較而言證明力沒有那麼強的言辭證據，在此類案件當中會成為賴以定罪量刑的最為核心的證據。這是性侵類糾紛的一個特殊性，因為客觀上在性侵案件當中，其他的客觀證據相較而言可能顯得沒有那麼多和沒有那麼有直接的證明關係，因此呢，口供會非常重要。而恰恰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律師知道，那公安機關也知道檢察官也知道，法官也知道，所以說如何來理解口供，如何形成口供，就會成為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點。那比如說，對於很多當事人來說，他們很多情況下早期沒有形成一個對自己有利作用的口供，其中也不排除遇到了公安機關有誘供的相應的情形。他們也會說，這個案子其實上我們內部也評估了，不是什麼大事兒，所以呢，你就按我說的來說我們內部商量就可以馬上給你辦取保，或者馬上給你釋放了，或者說我們就內部定性給你判一個行政拘留就夠了。這個時候呢，當事人處於一個高度緊張的狀態之下，或許呢，他所說的與事實並不相符，但是就為了早點脫身，他就按照警方的說了，據我們與很多當事人的溝通是有相關的這個情形的。當然了，從律師的角度，我們後續也一定會就有關的誘供情形提出我們的異議，並且要求進行排非。在口供這麼重要的前提下，咱們有什麼建議可以給當事人？一定要第一時間的委託律師。口供的形成它有幾個點。第一個關鍵點就是在你被傳喚後，在派出所裡面對你進行訊問的第一個12到24小時，在那段時間之內呢，警方一定會利用你可能首次進入派出所的那種比較驚慌茫然和手足無措的這種心理呢，對你進行高壓的一個訊問，這是第一個24小時，這24小時很重要。
後續你就會被依法轉到看守所中。在轉到看守所以後呢，警方包括說在申請批捕的時候，檢察官也會對你進行相應的訊問。這個時候呢，律師就能夠會見你了。你第一時間委托了律師，有助於通過律師來了解你的案子的法律方面是否構罪以及相應的構罪標準是什麼讓你对這個案件有一個法律層面更好的一個理解。其次的話，律師也會告訴你提供口供的過程当中面臨的一些陷阱，这些呢在跟律師溝通的時候，如果是一名專業的盡責的律師，他都是會告訴你的。這次會見鄧律師怎麼也和我們一起？一般情況下，我尤其會建議性侵案件的當事人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2個辯護席位分別委托男性辯護律師和女性辯護律師。原因很簡單，第一的話是女性辯護律師的介入会对案子的解決提供女性的視角。其次是根據我們既往的關於性侵案件的辯護經驗，此類案件當中呢，大多數都是女性檢察官，尤其是涉及到未成年的案件，主要是女性檢察官。而同樣的話這句話本身是沒錯的，是對的，這個辯護意見也是有很強的說服力的，但是通過不同的人說出來，能起到的說服的效果是不一樣的。咱們辦理這種性侵類的案件，第一次會見的時候，主要了解哪些情況呢？首先呢是與當事人建立信任，這一點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當事人已經換了一波律師的情況之下，這是非常重要的。然後呢，我們要通過當事人了解到關於本案的所有的盡可能全面的案件事實，以及本案的有關的疑點，就這些事情我們要從當事人的角度了解到。如果單純的從這個警方的口中，從司法機關的口中，以及從客觀證據上了解的話，你可能会覺得這個案子好像沒有什麼爭議，但是很多案件的爭議或者是沒有出現在卷宗中的那些疑點，是通過當事人的口中所了解到的。在昨天下午正式接受委托以後，我們團隊也加班加點的做了關於本案的會見提綱。剛才我看了一下這個有大概6000多字。當然了，肯定不是每個問題都會拿來問，我們主要是拿來以備周全，防止還有哪些案件細節我們是沒有了解到的同時我們也會向當事人充分了解到案子進行到現在呢辦案機關的工作人員到底有沒有依法合規的辦案。如果說存在違規辦案的情形，那我們後續肯定是要依法提出我們律師的異議並且要求排除有關證據的。法叔，这个案子情况怎么样吗？这个案子我们要打无罪。